身上已经身受不少伤势的男子，依旧是挺拔身姿，丝毫不惧对方的强大。就算打不过又如何？进入无量神元为的就是夺取强大宝物。呵呵，真是拦不住不怕死的。既然如此，那么你们就下地狱去吧。说完，一股可怕4重天位神巅峰的力量直接是横扫八方。神势力原本数百道之人，现在只剩下20-30人。刚刚与对方的争夺战中，已经损失惨重了。哈哈哈！传闻你们都在为绝世神器的消息在争夺，怎么能少得了我们呢？一道带着雄浑的神力气息传荡而开，一些实力稍弱者竟是一时间半跪在了地上。能有如此的气势，只有5重天位神才能够做到。遥远天际之上，数百道黑袍身影闪掠，而带起的破风声响不绝于耳，能量炸响也是犹如鞭炮般的不断响起。那股雄浑的能量波动，即使是百里之外，依然是能够模糊察觉。此时还在战斗的大部分强者，在余波的扩散之下，化为一片狼藉。不过在感受到如此强大的能量波动后，也是不得不震惊。很快，这数百道黑袍身影便是出现在战场的上空，一道道目光注视着天空上的混乱大战。他们是噬魂宗之人，神势力之首。传闻噬魂宗宗主的实力已经突破到5重天位神的领域，他们难道也是来争夺绝世神器所记载的信息不成？此刻不少神势力的强者纷纷惊呼道：噬魂宗宗主在虚空上看着下方战斗的数十道势力，其中有前10神势力也参与其中，与3道超神势力在激烈的争夺。虽然3道超神势力不是5大超神势力之一，可是都能够直接碾压前10神势力。这么多势力在争夺什么东西？我听说是不是有什么绝世神器的信息？噬魂宗的声音非常低沉，目光也是灼灼地望着他们，声音中的那抹自信没有丝毫的掩饰。此时3道超神势力之一的鹤仙门队长缓缓地站了出来，只不过这位队长是一位女性，一道曼妙倩影玉立着，看其那美丽容貌，也是能够迷倒不少男人。纤手轻捂着红唇，美眸一芒闪烁，俏脸上布满着复杂的神色。她怎么也未曾料到过，噬魂宗的人竟然也会出现。这一次，他们鹤仙门的门主嘱咐了他们，要小心神势力之首的噬魂宗。但是这位鹤仙门的第一天骄女，自然不会高看神势力的噬魂宗。毕竟噬魂宗就算是神势力之首，也只是神势力的范畴而已。自己乃是超神势力的第一天骄女，其拥有的底蕴和天赋都要比噬魂宗丰富得多。也不知道他们的门主为何要让自己小心噬魂宗之人。绝世神器的信息是归鹤仙门的，你们噬魂宗怕是没有这资格。这位鹤仙门的女队长声音极其的响亮。哦，归你们鹤仙门。如果是你们的门主来了，我要是小给他一点面子，但是你嘛，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噬魂宗宗主一点也不惧怕什么所谓的鹤仙门，虽然是超神势力，但是他的实力已经达到了5重天位神，除了最强5大超神势力外，任何超神势力的第一天教他都不会放在眼里。真是好大的口气，准备死吧。话音落下之后，噬魂宗宗主直接出手，而且一出手就是可怕的攻势。见到对方说出手就出手，鹤仙门的队长也不敢怠慢，从对方所散发出来的气息波动，却是拥有5重天位神的实力，而自己只有4重天位神巅峰，自然不是对方的对手。但是自己已经放出狠话，自然不会退缩，只能硬着头皮上场了。大神技莲花妖劈，一股恐怖的神力瞬间从鹤仙门的队长身上尽数爆发，最后凝聚出莲花一样的形状，然后对着噬魂宗宗主狠狠地怒轰而出。而那莲花在划过虚空时，周围的空间都是微微变得虚幻扭曲。然而就在距离不到噬魂宗宗主1米距离时，那莲花竟是直接变成了数十道莲花刀刃，直刺噬魂宗宗主的脑袋。后者也是眼神一变，对方的这一招竟是如此诡异，但是身为5重天位神的噬魂宗宗主，那反应自然非常快。噬魂大地掌，一股足以重伤一名5重天位神之下神指强者的力量，也是弥漫至这片天地之间。随着噬魂宗宗主的出手，鹤仙门的队长也是感受到周围突然响起一阵哗然声，因为在场的所有势力强者都被噬魂宗的这一攻击给震惊到了。虚空上，黑色巨掌直接朝着眼前的莲花刀刃轰出，一道沉闷声响在天空上响起，旋即众势力强者便是模糊看见虚空上的2股力量对撞间，那里的空间瞬间出现无数裂缝，终于是在下一刻彻底的崩裂开来。狂暴的雷电风暴便是席卷而开，众多势力的强者也是运转神力避开这些风暴之力，然后他们更是看到噬魂宗宗主的那一巨掌竟是直接将数十道的莲花刀刃抵御而下。不到片刻时间，强大的巨掌之力散发出可怕的黑色雾气，直接将对方的大神技攻势逐渐的瓦解开去。然后在鹤仙门队长那惊骇的目光之下，黑色巨掌犹如是能够拍碎大地之威，结结实实的轰击在了其胸膛之上。随着这一巨掌击中对方后，鹤仙门队长体内神力瞬间出现了紊乱，就连体内的天位海都是震荡了几下，随后一口鲜血喷出，天位海也是被影响，其中的天位神力也是四处乱窜。瞬间，鹤仙门的队长脸上涌上一抹苍白之色，再次一口鲜血忍将不住的喷吐而出，而其身体也是犹如一颗炮弹般径直的滑落天空，最后在无数道惊骇的目光中重重的射进一处大地之中，溅射起漫天碎石，
超神势力之一的鹤仙门队长落败，直接是令的全场都是为之一惊。而落败者，超神势力之一鹤仙门的第一天骄女，这仅仅对了一个大招，便是直接将鹤仙门的队长击败，就足以证明了噬魂宗宗主的强大。这五重天卫神的力量实在是太可怕了。在场的另外2道超神势力的队长也都是瞪大了眼睛，不敢置信地看着下方巨坑中的那道奄奄一息的身影。能够对付噬魂宗宗主，恐怕只有最强5大超神势力了。不自量力！噬魂宗宗主拍打着自己的手，然后缓缓走进深坑，看到气息已经萎靡下来的鹤仙门队长，转头看了看魂的身影。下一刻，魂似是知晓噬魂宗宗主的意思，当即身影一闪，下一刻一团黑色雾气便是出现在了鹤仙门队长的头顶，然后直接钻入其体内。很快，诡异的噬魂力量直接将他体内的神魂尽数吞噬，根本就不给对方逃跑重生的机会。有了噬魂诀，魂可以直接吸收各大天位神的神魂。此前，噬魂宗内1重神魂至3重神魂已经吸收的差不多，这一次魂的目标乃是吞噬4重神魂的力量。不到片刻的功夫，还想反抗的鹤仙门队长，其神魂直接被魂吸收殆尽，最后的生机都是被剥夺走。我们的队长就这么死了。此刻，鹤仙门的一众强者更是有些难以置信的望着魂的方位，犹如是看一个怪物一般。他们的脸色都是大变，自己的队长乃是4重天位神巅峰的实力，为何一下子就被对方杀死了？就在鹤仙门一众强者极为震撼的时候，另外2道超神势力的队长也是投去了忌惮的目光。毕竟他们的实力也是4重天位神巅峰，而是魂宗宗主的实力已经达到了5重天位神，就算是他们2人联手，都不可能击败对方。特别是那些前10神势力的一众身影，他们更是张大了嘴巴，眼睛失神地看着噬魂宗宗主和那魂的身影。他们竟然如此可怕，这是在扮猪吃老虎吗？鹤仙门乃是超神势力，竟然直接被噬魂宗这等神势力之手给直接击杀了第一天骄女。古刹宗、九黎宗、海天宗、剑神宗等前10的神势力之人，这才发现这噬魂宗一直是在隐藏实力，原来现在所施展出来的才是其真正的底蕴和实力。难怪不少超神势力的第一天骄都被斩杀。噬魂宗的底蕴还真是深不可测，如此他们都已经比肩超神势力。古刹宗宗主惊骇之声传出，之前击败归义宗宗主之后，才刚突破到4重天位神，结果噬魂宗宗主的实力早已经是5重天位神，他们之间的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我剑神也是自愧不如，要不是这一次的无量深渊，恐怕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是魂宗的真正力量。一身白袍的剑神宗宗主此刻也是一脸无奈，原本以为能够在无量深渊中吃点肉，现在怕是连喝汤都有点困难，这得要看对方给不给喝。其余前10神势力的宗主个个有些沮丧起来，信心也是流失了一半。5重天位神的实力在无量深渊中，唯有最强5大超神势力的神格以及神指联盟和那不知名的势力之人才能与之抗衡。这4重巅峰神魂还真是美味。阴森可怕的沙哑之声从黑帽之下传出，噬魂宗宗主感受到魂体内的噬魂之力再度变得浓郁起来后，也是露出了诡异的笑容，仿佛这一切都是在他的掌控之中。你们2位超神势力的第一天骄，要不要也献出神魂一下？噬魂宗宗主微微一笑，而这笑容在后者们看来实在是瘆人无比。你要干嘛？绝世神器的信息我给你。说着，一张图纸便是扔给了噬魂宗宗主。接住这张图纸后，噬魂宗宗主便是看到图纸中标记着一处巨大的水源深底，竟是有着一道巨大的石碑，石碑上就镶嵌着一道神锤，周身还散发出道道恐怖的雷霆之威。就算是噬魂宗宗主都感受到一股心悸之感，能够让一名5重天位神都感到心悸的，这绝世神器怕是拥有绝对可怕的力量。脑海中也会充斥着关于无量神渊中的这一道绝世神器的信息。噬魂宗宗主见状，嘴角微微有着一丝幅度。今日算你们走运，不过最后你们依旧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先让你们多活几日。魂，我们走。看了图纸上的绝世神器信息后，距离他们这里也不是很远。为了能够完成上面那位大人所吩咐的任务，噬魂宗宗主也是不再耽搁，直接率领所有噬魂宗一众强者急速离开这里。一瞬间，噬魂宗的数百道身影皆是在诸多势力之人的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看到噬魂宗宗主他们的离开，另外2道超神势力的2位队长才松了一口气。虽然他们的实力也不是很弱，可是相对于噬魂宗宗主相比，依旧不是对方的对手。他们也是陷入了短暂的片刻安静。随后，在如此安静的氛围下，天际上又是传来2大势力人马的身影，而他们正是天罡宗以及灵宝轩的一众强者。天罡宗宗主望着下方数道势力那狼狈的模样，就知道刚刚他们经历了激烈的战斗，并且噬魂宗的气息还没有完全的消散，他便是已经知道这里的绝世神器信息争夺之战，应该已经被噬魂宗那批人夺取了。你们3道超神势力是否愿意加入？我们天罡宗一众对噬魂宗复仇，之前灵宝轩队长也被噬魂宗宗主击杀，还吞噬了其神魂。他们现在已经加入，我们一同对抗噬魂宗。大致知晓了这里的信息后，天罡宗宗主对着下方各大势力喃喃地说道：“我们鹤仙门愿意加入。”此时，
各仙门其中一位强者直接回答对方的邀请。对于刚刚他们的队长也是死于噬魂宗之手，自然内心咽不下这口气，能够为自己的队长报仇，加入天罡宗也不是不可以。常言道，一手难敌四手。好，超神势力的鹤仙门已经同意，那你们2位队长怎么说？见到另外2道超蛇势力的队长迟迟没有回应，再度提醒道。在思想斗争挣扎了片刻后，想起刚刚噬魂宗宗主那居高临下的态度，他们也是决定好，我们也愿意加入。噬魂宗这一次，我看还嚣张到哪里去？哈哈哈！既然如此，加入我方阵营的已经有4道超神势力。说着，天罡宗宗主便是将目光扫在古刹宗、剑神宗、赤血宗等前10神势力之人身上。你们呐，超神势力都加入了天罡宗宗主的阵营，他们这些神势力还有什么拒绝的理由？刚刚噬魂宗的强大已经超乎了他们的想象，也差点没有了汤可以喝。如今能够有着天罡宗的拉拢各大势力，他们神势力自然也愿意。好，我们加入你们，只是没想到你们前3神势力的天罡宗会如此拉拢各方势力，还真是不错的战略。剑神宗、古刹宗等各大宗主也是豪爽的答应下来。哈哈，大家如今联合，也都是为了能够集齐更强大的力量，一同对付同一个敌人罢了。天罡宗宗主微微一笑，这一次能够拉拢如此多的各大势力，也是收获不少。目光望着无量神元的深处时，暗自道：我这边已经差不多了，不知道你那边进展如何了？看来在天罡宗的背后还有什么强大的神势力，不然单单以天罡宗的实力，不可能会拉拢如此多的势力。与此同时，在无量神渊的深处，这里也是有着诸多的古树，这些古树也同样对着一群身影之人展开了攻势。就在这一瞬，这古树忽然停止了动作，只是停顿片刻之后，其尖锐的树枝改变了方向，然后朝着其他古树攻击而去。这一幕令所有身影之人都感到诧异。只见古树相互攻击，此时一位身穿深青色衣袍的男人，他的眼神犹如利刃一般锋利，瞬间能够切割开一切阻碍。那种凌厉而坚定的神态充满了不可置疑的杀气，而他就是最强5大超神势力之一的杀神阁第一天骄，拥有极其可怕强大的暗杀能力。传闻同阶级的对手也败在其手里不少数，但此时这里不仅只有他们一批人，还有另外一道势力之人，好像双方正在争夺什么东西。这紫色神良天元池本就是我们先发现的，你们杀神阁可不要欺人太甚。说话的是一位身姿曼妙，犹如柳絮轻舞，婀娜多姿，身着淡绿色的仙裙，裙摆上绣着各种花卉图案，仿佛春天就在她的身边。她的气质高贵而神秘，仿佛出身于世外桃源，不染尘世间的纷扰和喧嚣。呵呵，在无量深渊中，可不是谁先发现东西就是谁的，一切都是以实力为尊。你身为御神阁的第一天骄女，实力非凡，但在我面前，我还是能够将你击败。我可是击败过同阶级对手，而你也即将成为其中之一。杀神阁的第一天骄淡淡一笑，他的面容如刀刻般刚毅，一双黑眸深邃如夜空，冷冽而坚定，仿佛看透了一切。既然如此，我玉瑶就与你奉陪到底。御神阁的第一天骄女也是一脸高冷，毕竟对方乃是与自己一样实力的对手，况且杀神阁也与御神阁底蕴相当，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有魄力，那么我便让你知晓一下，我是如何击败一名5重天位神的。一股可怕的杀气直接笼罩这片区域，天地仿佛产生了共鸣一般。旋即杀神阁的第一天骄身影一闪，下一刻就出现在了玉瑶的侧面，嘴角微微浮起一抹笑意，伸出自己那杀死无数强者的手臂，对准其脑袋就是狠狠一拍。不过玉瑶也不是简单人物，直接运转体内的神力，凝聚出一道可怕的攻势，对着杀神阁第一天骄的攻势迎刃而上。一道低沉的沉闷声响起，空间也是微微一颤，毕竟这已经是超级神之的战斗，只要是微微神力的碰撞，都会引得空间动荡起来。哟，不愧是最强5大超神势力之一的第一天骄女，竟然反应如此迅猛。杀神阁第一天骄沉声说道，双手背负在身后，脸色看似有些认真的说道。玉瑶的声音再度缓缓的响起，说道，以后可别仗着自己击败同阶级的对手，就那么轻视其他强大的对手，你可不是无敌之姿的强者。说完，玉瑶的强大神力轰然之间自其身上尽数爆发而出，汹涌的神力在四周疯狂扩散开来。如果仔细一看的话，达到了玉瑶和杀神阁第一天骄的这等领域，神力上则是有着诸多发着亮光的星海之力，那威力更是强大了许多倍。当然，只有实力达到了5星天位神之后，体内的天位海就会质变成天位星海，星海中则是有着星海之力，那股力量犹如是浩瀚无尽的星辰所散发出来的能量。玉瑶的神力宛若星辰皓月的磅礴，其中隐隐间泛着星光，周遭泛起了一股可怕的气息，使得杀神阁第一天骄的面色也是微微一变，心想着没想到这么快对方就施展出底牌来。虽然对方是一名5重天位神的超级神智，但御神阁也是最强超神势力之一，其底牌肯定会无比的强大，同时也让得杀神阁第一天骄的神色逐渐认真起来。大神技，月玉宿。天空之上的乌云迅速凝聚，一轮明月升起，地面之下
也是倒映出了淡淡的月光，开始四处蔓延，周遭的空间完全被笼罩在了其中。而双方的其他成员见情况不对，这强大的气势震慑下，飞速的往后暴退。瑶姐，这是直接开大了吗？不少御神阁的强者也感到了一脸吃惊，没想到面对杀神阁第一天骄，就果断施展出最强底牌。但是想来也正常，传闻这杀神阁的第一天骄击败了不少同阶级对手。随着玉瑶的大神技不断的酝酿下，周遭的天地也是陷入了昏暗。但是昏暗中散发出月光时，所有生灵尽数被锁定。这骇人的一幕也让杀神阁第一天骄彻底的认真起来。而且他也知晓御神阁的这位第一天骄女不好对付，不过想要抵挡住这一招，他自己也得拿出真本事才行。半空上的那轮明月竟是随着嗡声响起，月光也是逐渐的变得明亮，犹如是太阳一般的耀眼。瞬间周遭的一切事物生灵都无法逃遁，只能面对来自月玉宿的轰击。耀眼的那轮明月上，顿时间射出一道密集的光束，而这光束像是巨蟒一般，开始疯狂的蠕动弯曲，急速而下。在被耀眼月光的照射下，他们的身躯也是有些无法动弹。杀神阁的数百道身影皆是面露惊恐之色，纷纷神力涌出，抵御这些月光中的能量，这才有着行动的资格。不过好在玉瑶的攻击对象不是他们，而是杀神阁的第一天骄。虚空上的密集光束直逼对方，真以为我怕你不成？杀神阁的第一天骄一抬手，便是厉声喝道，旋即开始疯狂地将体内所有可怕神力凝聚出来。在其身后便是出现了巨大的身影，而这道身影就与他本人一模一样，手中紧握一柄极其锋利之剑，散发出惊人的杀气。仅仅是这些杀气就能够让众强者感到恐惧。这股杀气太强了，就算是我们如今的实力都没有与之抗衡的资格。御神阁中实力达到4重天位神的精英强者都感到了震撼，唯有5重天位神方才能够与之抗衡。也不知道他们的玉瑶队长能否扛得住对方如此惊人的杀气。大神界牵引杀。随着这位杀神阁第一天骄话音落下之后，身后那巨大的身影便是瞬间消失不见。在出现时，已经出现在了那光束之前，挥舞着手中的杀气之剑，与那光束撞在了一起。瞬间，天地间开始彻底的摇摆起来。那里的爆炸声响起后，一道道可怕的能量波席卷开去，两道大神技的对碰，足以毁天灭地了。方圆万里之外的一切事物都是被其直接影响，山崩地裂，惊天动地。众强者也都是立马运转神力，抵御着这些能量波所带来的攻势。然而实力稍弱者都无法抵御，直接被其能量波击中，双方人马皆是有所损失。就在众强者以为该结束的时候，突然间又出现了2道巨大的身影，在玉瑶的左右两侧，对着其娇躯狠狠地刺出手中的那柄惊人杀气之剑。被杀气牢牢锁住后，不管是谁都无法摆脱。你输了。杀神阁的第一天骄见自己的攻势直逼玉瑶身躯时，就已经知晓了结局。这就是他能够击败同阶级对手的强大手段。就算是同为御神阁的第一天骄女玉瑶，怕是也无法抵挡住2道惊人般的杀气攻击。玉瑶此时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冷冷的神色中看不出一点惧意。毕竟她是御神阁的第一骄女，如果内心不稳定的话，也不可能会让她达到这样的高度。就在左右两边的惊人杀气之剑距离玉瑶不到20公分时，天空上的耀眼月光再度一亮，一股同样惊人的恐怖力量锁定她的左右两边那身影上。下一刻，2道月光划过虚空，比起之前的光束更加的强大几分，散发出阵阵咆哮。如果说之前像巨蟒，那么这一次便是巨蛟，毫不意外地轰击在了2道惊人杀气的身影之上，再度引得天地发生巨响。可怕的音波中带着毁灭般的力量，将万里之外的所有区域都夷为平地，寸草不生。同时爆发出耀眼的月光，直接将整片天地都开始笼罩而下，使得双方的无数道身影都无法看清里面的战况，只能用手遮掩刺眼的月光。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天空中传来沉闷之声后，月光才渐渐散去。他们也是急忙的揉了揉眼睛，将目光投向虚空之上，望去之后，他们的表情都是有着变化起来，甚至透着惊骇震惊之色。此时的虚空上，那里依旧踏空伫立着2道身影，只不过他们的身躯上皆是有着不少的伤势，嘴角边也是流出了鲜红的血迹。看起来这一次的对碰下，双方势均力敌。而杀神阁第一天骄的表情也是极度的狰狞与扭曲起来。他这一招乃是击败过同阶级的对手，这一次竟然不但没有将对方击败，反而自己也被对方击伤。真是该死，我的牵引杀怎么可能会被你抵御而下？玉瑶，我非杀了你！愤怒到极致的杀神阁第一天骄，他龇牙咧嘴，仿佛恨不得将玉瑶给吃掉。面对的玉瑶那精致绝美的容颜上，也是浮现出了苍白之色。看来刚刚所施展的底牌也是用尽了所有，也只能与对方打成平手。呵，杀我！你还有什么多余的力量杀我？半斤8两罢了。玉瑶冷哼一声，眼神淡淡的看着对方，看到对方如此挣扎的模样，也要有些好笑。能够成为杀神阁的第一天骄，其心境自然要比寻常人要高。不过看到对方这样，好像他的心境也不过一般而已。就算是死，也要拉你陪葬，还有你御神阁所有人都要陪葬。杀神阁的所有人听令，不管用什么方法，将对方的人全部杀死。被玉瑶打破了
他那能够在同阶级无敌手存在之后，他现在近乎疯狂，眼球上布满着血丝，狰狞的目光犹如是饿狼一般。就在双方再度拼死一战时，一道可怕的气势瞬间朝着他们这边笼罩而来，所过之处，空间都开始扭曲。能够仅凭气势就将空间扭曲的话，五重天卫神是不太可能，唯有五重天卫神之上的六重天卫神方才能够做到。而进入无量深渊，达到六重天卫神的，只有那神指联盟的四御天神君。难道这股恐怖的气势就是那四御天神君？双方的众强者直接忘记了刚刚还要开打，结果被这一股可怕无比的气势影响，停下了动作。哈哈哈，真是热闹啊！杀神阁、御神阁为抢夺紫色神亮天元池大打出手，还拼个两败俱伤，真是有趣。此时，一道曼妙的身影踏空上前，只见他长发挽起，书成流云髻，在带水诞生烟关，中嵌以一朵海棠珠花，两旁垂下长长紫玉缨落至肩膀，额际依然缀着那弯玉月，身着一袭金红色绣的衣衫，那般模样令得下方无数男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这位颜值极高的极品女子，但是有这想法，也没有那个胆子。四御天神君